相信这几天你的社群多少有被《电狱判客》《边缘行者2》相关的贴文、二创甚至 cosplay 洗版。如果你本来就是《电狱判客2077》的玩家，或是单纯动画第一季的粉丝，那这份期待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你从没玩过游戏，也没看过动画，大概会很好奇，这个画风狂野、一言不合就枪林弹雨的动画到底有什么魅力？市面上战斗主题的作品何其多，为什么《边缘行者》不仅大受欢迎，还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重要的是，边缘行者是指怎么样的一群人？边缘行者的英文是 Edge Runners，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走在锋利刀刃上的人。这群人在生死边缘博弈，不惜一死也要追求自己的目标。在电狱判客的世界观里，他们是一群追逐传奇之梦的亡命之徒，只要能赚钱、能留名，他们什么都干。受雇于江湖上的中间人和事佬，替客户解决各种不见光的疑难杂症。这部动画就是基于这群人的命运延伸出来的故事。在第一季中，编辑仅仅就有10集的篇幅，就把大卫与露西的梦想以及叶城的残酷写到了极致。对于零认知的观众来说，这完全不影响你感受角色的灵魂。大卫盲目却温柔的野心，露西的防备与爱意，雷贝卡那令人心疼的不舍，在叶城中不仅没有快乐结局，更多的是破碎的灵魂。动画本身没有花太多时间讲解世界观，而是用这些角色的血与泪，硬生生的在观众心里勾勒出这座城市的轮廓。这让无数看完动画的观众开始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不少人进而把目光投向了当时那款在各种层面上都风风火火的游戏《电狱判客2077》。赛博朋克是一种广为人知的艺术风格，为了避免混淆，今天聊的这个经典系列通称为电狱判客。要了解这个作品，我们得先聊聊朋克这个词。朋克文化起源于1970年代的英国，最一开始是一种音乐文化。当时的地下乐手们排斥主流唱片公司那种过于偶像化的塑造，他们希望打破舞台与观众之间的界限，因而发展出独立、粗糙、具有强烈攻击性且非主流的音乐风格。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精神演变成一种传达个人自由、反叛权威的文化，并逐渐扩张到小说、影视和游戏领域，开始探讨与反思现代科技与文明的黑暗面。在赛博朋克、蒸汽朋克等不同流派逐渐立足的艺术历史中，由麦克·庞德史密斯在1988年设计的桌上型角色扮演游戏《电狱判客》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在平行宇宙的1990年代，美国因为中美洲的军事冲突、国内经济崩盘和环境灾难，陷入了严重的内忧外患。少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制衡，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日本迅速崛起，随之而来的不是国与国的对抗，而是巨型企业的横空出世。例如日本的荒坂、中国的康陶、美国的军武科技，这些富可敌国的跨国企业开始介入并垄断了全球的资源，全世界的局势也因此逐渐失控。为了因应世界与环境的变迁，科学家在生物工程学上投入了难以想象的资源，将大脑直接连上网络的脑机面板，以及能替换人体四肢器官的液体等科技因此诞生。然而，这些划时代的科技并没有被企业拿来改善平民的生活，反而被当作争权夺利的武器。在前线战争不断、后方企业垄断的情况下，美国各方政府逐渐式微，世界正式进入了冷酷的企业殖民主义时代。而我们所有故事的起点，就发生在名为夜城的巨型舞台。时间倒回1990年代，世界各地面临极端气候、武装冲突以及核武器威胁时，美国被国安局、中央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及缉毒局组成的4大邦夹持。中央政府虽致力于保护股市、维护经济、对抗各地冲突，但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此时，一位名叫查理·奈特的房地产与工业大亨站了出来。他受够了无能且官僚的政府，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建立一座完全由企业出资、不隶属于任何传统政府管辖的全新城市。理查成功拉拢了日本的荒坂集团、欧盟的商用机器科技及美国的佩卓化工等超级企业出资，在加州北部的莫罗湾大兴土木，建立了名为科罗纳多市的科技新城。对比当时破败动荡的美国本土，早期的科罗纳多市规划完美、繁荣安全，成为了许多美国人逃离现实、追逐梦想的理想乡。然而，理想的代价是血腥的。1998年9月20日，理查奈特在自己公寓顶楼阳台上遭到神秘的枪手暗杀。到了今天，都没有人知道是谁下的手。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造梦者，市议会决定将这座城市改名为夜城。理查过世后，夜城失去了他的精神约束，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荒坂等超级企业正式介入管理，与当地的帮派展开了长达10几年的战争。
至此，超级系列的高层们决定要彻底扫荡叶城。在多年的腥风血雨之后，叶城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和平与盛世。看似和平的背后，美国本土却陷入两大势力的争夺：荒坂集团与军事科技。直到2023年，一群神秘的佣兵冲进了荒坂塔，并引爆了一枚核弹头。叶城多年来的混乱，终于因为这个核爆尘埃落定。叶城被毁后，美国联邦政府立刻跳出来斥责叶城的实质统治者荒坂集团，将他们定调为恐怖攻击的元凶，并借此将荒坂的势力赶出北美大陆。受到重创的荒坂权衡后选择退出，第4次七叶战争也因此落幕。世界各国的大小内乱逐渐冷静下来，但美洲大陆上的人们却依旧分裂。东半部的美国以前联邦政府为首组成了新美国，西半部则各自为首成立了数个独立州，彼此互不隶属。从此美洲大陆进入了几十年的冷战。时间快转到2065年，前军务科技执行长罗萨林·迈尔斯获选为新美国的第3任总统。竞选时，他向新美国国民提出收复联邦、壮大美国的政见，因而高票胜选。2069年，他在军武科技的支持下，挥兵向东美洲的独立州们宣战。独立州们私底下都有荒坂集团的保护，因此荒坂与新美国的战争再次爆发。在新美国与军武科技的兵力下，各独立州纷纷战败，唯独加州依然分裂。南加州的联邦党支持新美国，北加州的民权党则想保持独立。夹在中间的叶城必然成为冲突下最恐怖的战场。眼看着新美国的军队即将攻进叶城，叶城市长卢修斯·莱能知道自己绝对打不过新美国，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向荒坂集团求援。不久后，出乎新美国意料，荒坂的一艘超级航空母舰直接驶入了科罗纳多湾的叶城港口。罗萨林知道，一旦跟荒坂正面开战，无疑将会引爆第5次七叶战争。他只能放弃统一美国的野心，坐下来签署了知名的雅蛮条约，史称统合之战的美国内战终于结束，叶城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城邦，而荒坂也名正言顺地回到了叶城。但并非每人都乐见这样的结果，不少人认为罗萨林并未履行承诺。战争表面上结束了，人与人之间的歧见、不满却仍在台面下蔓延着。50年前那个企业掌管一切、贫富差距、冲突不断的日常死灰复燃。理查奈特当初盼望建立的乌托邦，最后还是变回了被资本主义无情蹂躏的地方。作为电狱判客2077和边缘行者的新舞台，听到这里，相信你已经对这座堕落的梦之城有了更完整的认知。如果你看到这里，相信你就算不是铁粉，至少也对接下来的边缘行者2有不少的兴趣。但如果你既没玩过游戏，也没看过第1季动画，想跟上流行看一下第2季，又怕看不懂跟不上，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这边针对不同取向的观众，给出3个实用的入坑建议。如同影片一开始所说，在对世界观完全没有概念的前提下直接看第1季，你多少会因为资讯过多而忘记注意剧情。但相信看完我前面的介绍后，你已经有不错的基础了。如果你的时间不充裕，或单纯想当个动画党，可以直接去看第1季就好，不用担心剧情情节或理解的问题。第1季和第2季是独立的故事，只是看完第1季之后，你就能自然地适应上第2季的节奏了。边缘行者是基于游戏《电狱判客2077》所衍生出来的作品。若看完第1季的你深深迷上这种反乌托邦的沉寂氛围，但实在没有什么时间自己去玩游戏的话，也没有关系。现在 YouTube 上有非常多优秀的《电狱判客2077》剧情整理、游玩剪辑或是电影叙事型的精彩影片，花1-2个小时看完它们，你就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补完2077年的叶城全貌。这支影片上传之前，《电狱判客2077》已经突破了4000万的销售量。如果你看完这支影片，想要亲自莅临这座梦之城，现在就是你最佳时机。化身为 V， 好好去体验叶城的魔幻魅力，用你的方式在叶城留下一段属于你自己的传奇。身为现代赛博朋克文化的集大成者之一，《电狱判客》系列对于科技扩权、极端基本及人性的探讨，一向是它最迷人也最令人窒息的地方。2020年6月，当现实中的黑人平权运动正值动荡高峰时，作者麦克·庞德史密斯在他的部落格上写下了一段长文。当我多年前撰写《电狱判客》时，我把它当作是一份警告，而非一份向往。警告当权力、金钱与残酷无情结合时，会发生什么事。《电狱判客》在近40年前被创作出来时，大家只觉得这是一部充满夸张想象的幻想作品。但活在21世纪的你跟我，在路上放眼望去，我们的生活被许多科技巨头和大型企业的广告、产品、宣传彻底包围，甚至连政府的政策背后都有巨型财团博弈的影子。霓虹灯下的叶城看似离我们很远，但那种被系统挟持、被资本压榨的无力感，
却又如此接近你我的现实生活。那些酷炫的科技与议题改装，从来不是一份对未来科技的赞叹，而是一个写给现代人类的警讯。这也是为什么这系列不仅仅是一部好玩的游戏或好看的动画，更是一部引导我们去探索在冰冷的体制下我们该如何活着的佳作。如果你对电狱判客、社会观察或是这类探讨人生意义的议题有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虽然我晚了好几年才入坑这个 IP， 也晚了太多人才开始做影片，但我依然希望将自己对这些作品的喜爱与见解透过影片真诚地流传下去。之后我也会规划新的系列，和大家一起探讨那些你可能在深夜想过、感到好奇，但是在现实里找不太到人跟你聊的一些深刻议题。面对世界上许多的不公不义，你我或许不会是改变世界的英雄，但至少我们可以一起寻找拯救自己的方法。希望这支影片能对准备迎接电狱判客、边缘行者2的你有所帮助。我是米奇，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